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自1961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影响全球经济政策和发展的关键力量。它的成立目的是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扩大世界贸易，同时致力于维持金融稳定。但 OECD 真的能改变世界吗？它是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 OECD 的策略和决策过程是多层次的，涉及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议题。这些议题不仅限于成员国，还波及全球。OECD 的政策建议和标准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贸易、投资、税收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实践和规则。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历史中，有许多国家在面临经济困境或寻求持续发展时，采纳了 OECD 的政策建议。这些国家的例子不仅展示了 OECD 政策的实际应用，还反映了这些政策在不同国家经济环境中的有效性和挑战。以韩国为例，这个国家在1996年成为 OECD 的成员国，在那时，韩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金融不稳定、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加入 OECD 后，韩国政府开始采纳 OECD 的政策建议，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OECD 特别推荐韩国改善其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韩国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显著的努力，例如改革股市和金融机构，增强监管机制。这些措施有效地提升了韩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吸引力。另一个例子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在1994年成为 OECD 的第一个拉丁美洲成员国。当时，墨西哥经济正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问题。OECD 为墨西哥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税收改革、公共支出的效率提升和教育体系的改善。这些政策帮助墨西哥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墨西哥通过改革教育体系，提高了人力资源的质量，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波兰作为2000年加入 OECD 的中欧国家，其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也受到了 OECD 的显著影响。波兰在转型期间面临着高失业率和生产力低下的问题。通过实施 OECD 的政策建议，如劳动市场改革和企业私有化，波兰逐渐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OECD 的建议还包括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这对于波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国家的例子展示了 OECD 如何根据成员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定制化的政策建议，以及这些政策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都有所不同。OECD 的政策建议并非一成不变，在实施过程中，各国政府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和改进。通过这些国家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OECD 的政策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各成员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和有效实施。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OECD 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其影响力和作用在于它能够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挑战，为各国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帮助各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自成立以来，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影响了成员国的政策制定和经济转型，还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OECD 通过其政策建议、研究报告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OECD 在促进全球税收透明度和打击避税方面的贡献。OECD 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交换标准，促使许多避税天堂国家和地区增加了透明度。这一举措有效地打击了跨国避税行为，保证了各国税基的公平性和稳定性。OECD 在此领域的工作不仅提升了国际税收合作的水平，还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 ，OECD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 OECD 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和行动框架，帮助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步。这些政策和建议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强调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性，推动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OECD 对于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通过发布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报告， OECD 评估了全球范围内学生的学习成就和技能，这对各国教育体系的改革和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PISA 报告不仅揭示了各国教育体系的优势和不足，还促使政府和教育机构采取措施提高教育质量，为全球范围内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OECD 的作用尤为突出。OECD 为各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监管和国际协作的指导，帮助各国应对危机并恢复经济增长。OECD 的这些工作不仅减轻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还为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总之 ，OECD 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其研究、政策建议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帮助成员国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还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经济合作、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的提升。OECD 的工作展示了国际合作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性，也证明了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共享知识、经验和资源，可以共同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OECD 在促进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和包容性增长方面的作用将愈发重要。